婆婆老来的女，恨不得当眼珠子宠，每天做天做地，在我的乳腺上蹦跶。我好不容易怀了孕，也被小姑子做得流产，结果婆婆仍然偏袒小姑子，在一旁说风凉话，自己没能耐生下孩子，还反而赖在我闺女头上，不就是流个产，反正以后还能怀，大惊小怪的做什么？她不知道的是，她儿子早在1个星期前死了，而我肚子里的是她唯一的孙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姑子是婆婆35岁时才好不容易怀上的，加上小姑子5岁的时候公公就去了，所以全家人都当眼珠子似的宠着。从我进门的第1天，老公就对我说：“暖暖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，你以后一定要对她好。”我看着眼前比老公小13岁的女孩，我拍拍老公的手：“放心吧，我一定把暖暖当成自己的亲妹妹，面对我的是好。”小姑子脸上出现了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嫉妒的神色，接着把头埋到我老公怀里。我只是当小孩子有些排外，并没有很往心里去。新婚之后的第2天，我们这边有个不成文的习俗，新媳妇要给婆婆敬茶。为了给婆婆留下个好印象，我早早就起床，和老公一起在客厅等着。本以为婆婆也会早早的起床接受我的敬茶，可婆婆非要等到小姑子醒过来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家暖暖也要参加。老公也在一旁附和：“是啊，等等暖暖吧。”全家人很宠爱小姑子，她这么做我也能理解。可接下来的操作，我就万万不能理解了。日上3竿的时候，小姑子才堪堪房间里走出来，老公阔步走上去，一把抱起了已经10岁的小姑子，一边走还一边亲昵地用胡茬蹭小姑子的脸。我们的小公主终于醒了，婆婆他们也一窝蜂地围上去，一家人簇拥着小姑子坐到沙发上。我端起茶盏准备敬茶的时候，小姑子突然闹起来：“我也要嫂子敬茶，我也要嫂子敬茶。”婆婆揉弄着小姑子的头发，眼神里满是宠溺：“好好好，让你嫂子也给我们大宝贝儿敬茶。”妈，这……我有些不可置信地看了看托盘里的一盏茶，就把求助的目光投向老公。小姑子一个小辈，我怎么能给她跪下敬茶呢？老公见我一个劲儿地给她使眼色，脸上也露出不悦的神态。妈叫你给暖暖敬茶你就敬，一个劲儿地看我干什么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暖暖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吗？婆婆也阴阳怪气地开口：“就是暖暖也不是外人，给她敬个茶怎么了？”我被老公当众揭穿，心思有些羞赧。妈，我一个长辈给小辈敬茶，这不是会害了她吗？会折寿的。闻言，小姑子面露不悦，嘴里发出尖锐的笑声，把手里的兔子玩偶往我身上砸：“嫂子坏，我不喜欢嫂子。”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娃娃吓了一跳，反射性地向后退去，托盘里的一盏茶也随着我的动作全部洒散了出来。滚烫的茶水打湿了我大红色的喜服旗袍，在上面留下了2滩水渍。这件衣服是我妈特地给我准备的结婚嫁妆，上面的彩云花纹都是金线缝制的，不能水洗。而且这件衣服不是花钱就能买得到的。眼见着这件衣服废了，我的火气也一下子上来，但是为了体面，仍然强压着怒气对他们说：“妈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一个长辈给晚辈敬茶算什么？而且这件衣服很珍贵，现在洒上茶水我还怎么穿？”婆婆闻言，像一只被惹怒的猫，咋呼起来：“你怎么说话的？一点也不尊重我们暖暖，还诅咒她！
你怎么敢的？我刚要继续据理力争，老公拽住我的胳膊，就是你一个做嫂子的，干嘛跟暖暖一个小孩子计较？这群人根本就是不可理喻。我不管他们的表情，自顾自地回房间去了。房间的隔音很好，但我仍能听见婆婆提高音量在外面破口大骂。新媳妇就是这么当的呀，给谁摆脸色呢？刚进门就这样，以后还怎么了的？我以为老公起码会进来安慰我一下，可一直等到快下午3点，老公也没进房间来一次。只快到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老公才略显疲惫地回房间。一进门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我：然然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我都告诉你，我妹妹是全家的掌上明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惹她不高兴？你知道我今天为了哄我妹妹和妈费了多大功夫吗？你可倒好，在房间里躲清闲。积压了一天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口，我瞬间红了眼。张超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婚前怎么对我说的？要对我一辈子好。现在才进门1天，你就联合你们家一起欺负我，是不是？张超见我猩红着眼，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，也软了语气：老婆，这件事是我没做好，但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一下我，毕竟暖暖对我真的很重要，而且咱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干嘛要跟一个小孩子计较？你不觉得太幼稚了吗？在我妹妹面前，我总是要向着她多一些的，就算不为了我，也为了孩子好。咱们不生气啊。1天里，我也在不停地反思自己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。再加上张超这么一出，我也决定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第2天，张超带我和小姑子一人买了一个奢侈品包包，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告诉了我一个道理：千万不要对蛮不讲理的人妥协，否则他就会以为你好欺负，对你一直蛮不讲理下去。我和张超其实是奉子结婚，此时我肚子里已经有了3个月大的宝宝，在家里和婆婆小姑子一起住，我心里还是不大舒服。为了保证我能平安顺利地生下孩子，我向老公提议搬出去住。然然，你现在怀着孕，而且我们都有工作，我不能时时照顾你，留在家里起码还有咱妈照顾你和孩子。而且说实话，你也知道，早几年前我爸去世了，我妈2个人在家，我也不放心。我仔细想了想，也确实是这么回事。而且老公也向我保证，以后尽量让我和小姑子不见面。你放心，现在你怀着孕，咱们家你最大。我也知道小姑子在老公家的地位，想着以后能躲就躲，尽量让着她，不和她发生冲突。可是千防万防，还是难以防住在家耀武扬威的小姑子。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小姑子一反常态地凑到我跟前：嫂子，听说你肚子里有孩子啊？我虽然对小姑子说不上喜欢，但她问起我的孩子时，我仍然是高兴的。是啊，嫂子肚子里已经有个小生命了，以后你也要当姑姑了。小姑子看起来很高兴，手舞足蹈地抱着洋娃娃。那我以后岂不是多了一个玩具，还是会哭会笑的那种嘞？这话说得我很不舒服，但我仍然耐着性子对她说：暖暖，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，可不是你的玩具哦。小姑子眨着一双天真的大眼睛，冲我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。是不是死孩子我就可以玩了？我被这一句话问得后脊背发凉，哆哆嗦嗦地推开小姑子，小步快走回房间，躺在床上好一会儿，我才缓过劲儿来。这真的是一个孩子能说出的话吗？我又不禁想到了几天前看到的新闻，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天生的坏种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公，可老公很不以为意。
老婆，你别瞎想了，暖暖就是一个小孩子，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，不也很正常吗？那是我妹妹，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，她什么脾性我不知道。我最近工作很累，不希望看到家庭不和睦，你也体谅体谅我，好吗？我知道张超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离升职不远，看着他眼下的乌青，我终于还是不忍心用这些琐事来打扰他。按下心事，我佯装镇定地点点头，将此事接过去。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，打开家门，叫了一声婆婆，妈，我回来了，并没有得到回应，我也没有在意，正准备换鞋子，房间里突然冲出一只恶狗，那只狗像是发了疯一样朝我扑过来，我几乎是没有时间准备，就被它扑倒在地，肚子接触地面的一瞬间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传遍全身四肢百骸，我感觉身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流失，可偏偏我又抓不住，惊惧交加之下，我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已经是3天之后。医院里，我爸妈也来了，他们老两口哭得撕心裂肺，然然不怕，孩子还会再有的。小姑子也被迫跪在我跟前，对不起嫂子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呜。张超的脸色也不好看，走上前握着我的手，然然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婆婆倒是冷静得多，仿佛死去的根本就不是他们家的孩子。我的眼泪顺着眼角不住地往下流，悲伤从头到脚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我和张超是从大学一路走来的，这么多年的情感让我始终难以割舍。况且张超在我和他家人之间的周旋，我也看在眼里，也为了不让我爸妈替我操心，我还是跟张超回了家。我心里始终觉得这件事有蹊跷，为什么家里会出现狗？又为什么那天只有小姑子一个人在家？张超说一切都只是巧合罢了，那只狗是暖暖朋友家的，暖暖喜欢就带到家里。那为什么那只狗会突然发疯？老公脸上的不悦更甚，都说了只是巧合，没了孩子我也很伤心，到此为止吧。那可是我们的孩子。我和张超大吵一架，不欢而散。我以为经过这件事，小姑子会大大收敛，可我没想到的是，她不仅没有收敛半分脾气，反而还变本加厉起来。我的化妆品、口红等等，要么被小姑子用叉子捣碎，要么被用来在纸上涂鸦画。我工作惯常要穿的衣服，也被小姑子剪下来给娃娃穿，导致我错过了升职加薪的机会。婆婆每次都一笑而过，你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？他还小，不懂事呢，当嫂子的让让他。老公也从一开始照顾我的情绪，到后来逐渐暴躁。裴然，我结婚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爱斤斤计较？我告诉你多少遍了，我妹妹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你一个做长辈的连让她这个小孩子都不肯。我在一次次的忍耐中爆发，对张超失望至极。就在我下定决心要和张超离婚的时候，我再一次被检查出怀孕，孩子已经2个月了，这有些动摇了我要离婚的决心。我开始整宿的睡不着觉，我最终还是把消息告诉了张超全家。饭桌上一家人神色各异，可没有一个人脸上的神色是高兴的。张超只淡淡地回了一个恩字，而婆婆则是不自觉地拧起了眉头。婆婆阴阳怪气地开口，那你这一次可要好好养胎，别再出事儿，责任都推到我们家暖暖身上。小姑子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这一次我狠狠瞪了回去，丝毫不退让。看得出来，婆婆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，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罢，反正都要离婚了。
吃完饭之后，我正要和张超提离婚的事，张超好像是接了一个电话，之后就匆匆出门去了。再一次听到张超的消息，是在第二天，警局联系我说，张超昨天出车祸死了，死的不只有我老公，车上还有2具尸体。经过 DNA 检测，是一对母子，女尸大约20岁左右，男婴还不到1周岁。陪我做笔录的女警官忍不住安慰我：“裴女士，请您节哀。”哈哈，报应不爽，我又怎么会不高兴呢？女警官欲言又止了好一会，才终于开口对我说：“那个孩子是你老公和那个女尸的。”我不可置信地扭过头去，震惊的好一会都说不出话。可我这副情态落在警官的眼里，就成了我被伤害到了的模样。其实这一切早就有迹可循。原来昨天张超急匆匆地出门，是他在外刚出世的私生子突然发高烧，他不得已才超速驾驶，后和一辆货车发生碰撞，无人生还。难怪婆婆和老公得知我怀孕的消息之后，非但不高兴，反而甚至有些厌恶。原来他们早就已经找好了下家。我嘱咐警察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婆婆，我担心她老人家一下子受不了。放心吧，女士，现在比起离婚，我此时脑海里涌现出一个更好的主意。我找了一家靠谱的私家侦探调查这件事。1周之后，我得到了回复，原来老公的这个外遇是婆婆乡下亲戚家的表妹。婆婆早就看不惯我这个儿媳妇，趁着我第1次流产的时候，给老公牵线拉媒，介绍了新人。他们珠胎暗结，很快就有了新的孩子。我之前的孩子也不是意外流产，一切都出自婆婆的精心策划，只等着时机差不多的时候和我提出离婚。可不料我竟在这个节骨眼上怀孕，婆婆和老公他们能高兴才怪了，那怪当初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巧合，都是人为罢了。我的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落下来，都怪我识人不清，不仅害了自己，更害了一条无辜的生命。我的孩子，他甚至都已经出具人形，何其无辜！张超的死也算是报应不爽了。整理好思绪之后，我面色如常地回到家。一到家，婆婆就板着一张脸：“大周末的，你刚才干嘛去了？你小妹要吃冰淇淋，你快去给她买。”妈，我正怀着孕呢，还是你去吧。怀孕这个字眼好像一根刺扎到了婆婆心里。她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转而换了一副嘴脸：“悠悠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妈都给忘了。妈带着你妹去买，你在家等着呀。”我打开电视机，假装不经意地嗯了一声。婆婆出门之后，我也悄悄跟了出去。婆婆很警惕，带着小姑子七拐八绕走进一家中药店。我心里了然，又悄悄回到家里，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婆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她先是给张超打去好几个电话，都是无人接通。婆婆现在干脆都不避着我，大方的在我面前说起小三的孩子。超儿这是怎么回事？也不知道孩子怎么样了。我吃了一块西瓜，像是刚想起来一样，一拍脑袋：“妈，我忘记告诉你了。张超说他要去非洲出趟差，那边信号不好，应该是联系不上。”婆婆狐疑地盯了我好一会，见我面色如常，才放心。啊，那就行，先不管他了。妈刚才去中药店给你抓了安胎药，我给你熬。好的，妈。看着那一碗黑漆漆的药，我心里虽然不舍这个孩子，但仍然一口气喝下去了。既然他们全家都不欢迎我的孩子，那我就如他们所愿。药灌下去后，喉咙火辣辣的，全身的血液仿佛都被调动起来，我竟然出了一身的汗。
就是不知道婆婆以后知道是自己害死了张超唯一的孩子之后，会是什么反应呢？喝下那碗药之后，我的腹部剧痛，我倒在地上，再一次感受着体下流出的鲜血，任由着额头上的汗混杂着我的眼泪一滴滴的滑落。我看着眼前似笑非笑的婆婆和小姑子，他们定定地站在离我1米远的地方，谁都没有要动的意思。婆婆幸灾乐祸的声音自头顶上传来：“等孩子掉了，我就给你打120。放心吧，我还不想坐牢呢。”呵呵呵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裴然，我儿子早就不想要你了。现在你没了孩子，也分不了更多的家产。小姑子也一遍遍欢快地对我说：“讨厌嫂子，讨厌嫂子，讨厌嫂子，嫂子快去死吧！我要新的嫂子。”我用尽全身力气对婆婆说：“哈哈哈，你儿子已经死了，现在我肚子里的是他唯一的孩子。”哈哈哈。说完之后，我就晕了过去。晕倒之前，我看到婆婆终于慌了。估计他也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，就算张超要去出差，应该提前告诉他一声才是，怎么会只通知我这个都要离婚了的外人？何况张超明明是去小三家里了，你个贱人，竟然诅咒我儿子！我再次醒来，还是在医院，还是那个熟悉的房间，熟悉的床位。这时，病床旁边的几个床位都空着。我又失去了一个孩子，孩子啊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但请原谅妈妈。妈妈没办法看着坏人得志。婆婆一看我醒了，连忙抓住我的肩膀，使劲摇晃。小贱人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儿子到底怎么了？我露出癫狂的笑，附在他耳边，用轻轻的声音说着最狠的话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儿子死了。你儿子死了，还有小三和那个孩子都死了。我去警局的时候，看到你儿子变成一滩烂泥，我还拍了照片在手机里。我肚子里的孩子原本是张超最后的血脉，现在都被你害死了！哈哈哈哈！婆婆像是发了疯一样，不断地往后退，嘴里还呢喃着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放屁！我儿子怎么会死？一定是你孩子死了，反过来诅咒我的儿子！你的心肠怎么这么坏，贱人！”小姑子闻言冲上来，一把把我手上的针管拔下来。针管头在压力的作用下，不断向外喷射着营养液。我的手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从小小的针眼里流出不少血。坏女人，坏女人！小姑子一边大喊大叫，一边又朝着我的脸上狠狠地扇了几个巴掌。嫂子坏，嫂子坏！你竟然敢说我哥哥的坏话！你不是我嫂子了，你下去陪那2个死孩子吧。因为身体太过于虚弱，我被迫承受了他这几个巴掌。婆婆又慌忙地给张超打去了几个电话，结果显示都是对方已关机。此时我话锋一转，又笑呵呵地对她说：“妈，你去给我办理出院手续，我带你回家找张超。”婆婆的情绪在我的刺激下大开大合几次，此时已经有些吃不消了。呵呵，这就不行了。婆婆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拉着小姑子就去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。路上的时候，她仍然痴痴地念着超儿超儿的。她明知道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情感，又为什么要来害我的孩子？更遑论那还是她的亲孙子。我想当场把婆婆撕碎，但我忍住了。身为母亲，才最知道怎么让一个母亲崩溃。我到家之后，拿出衣柜里张超的死亡证明和他的骨灰盒子，当着婆婆的面把骨灰扬了一地。哈哈哈，你儿子在这儿呢，你看看你儿子满天飞。婆婆颤巍巍地从地上捡起死亡证明，我还在不停地拿话刺激着她：“你就是这个家的罪人，都怪你给张超找外遇，
害得他出车祸被撞死，也都怪你，因为不喜欢我，就害死了张超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。你还有脸面对张超吗？我的话掷地有声，每说一句，婆婆颤抖的就越厉害几分。不是的，不。婆婆状若疯癫的模样，把一旁的小姑子吓坏了。小姑子连忙跑回了房间，任由婆婆浑身抽搐，倒在了地上，嘴里还不断吐着白沫。即使要晕倒了，婆婆还是在不停地念叨着她那个大儿子。我按照婆婆当初的做法，等到她彻底不懂之后，才拨打120。我的婆婆，那个心肠狠辣，甚至亲手害死自己2个孙子的人，如今却因为接受不了儿子的死讯，中风变成了瘫痪了。医院里2个白大褂医生包围着我，遗憾地通知家属，您因为错过最佳治疗时间，患者可能下半辈子都要在瘫痪之中度过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演技突然变得炉火纯青，眼泪说掉就掉。那就给办理出院手续吧。我妈最后的时间，我想让她在家里。好的，还有一些医嘱需要注意，我后续发到你手机上。医院里的医生都很同情我的遭遇，特地派了2个精壮的男护士，一路把婆婆送回家里。婆婆的语言系统已经瘫痪了，只是死命地拽着其中一个男护士的衣服，咿咿呀呀地说不清楚。妈，我知道你着急，想赶紧好，放心，我在家一定照医嘱照顾好你。送走护士，我再也抑制不住上扬的嘴角。现在包括婆婆的棺材本在内的所有财产都落到了我身上，前前后后总共有180万现金和1套房子。小姑子这时候气冲冲地从房间里跑出来，仍然对我颐指气使。我饿了，你去给我做饭。你知不知道我1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？你到底去干嘛了？你再这样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我双手环胸，冷眼看着眼前这个张牙舞爪的坏种。厨房里有方便面，你要饿了自己煮。现在能给你撑腰的妈妈躺在床上变成植物人了。这个家现在我说了算，你要是想安安生生的活下去，就别来惹我。他又扑上来厮打我，这时候我可不再惯着这个活阎王，照着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3下。他脸上的表情很精彩，从不可置信到愤怒，再到委屈隐忍，随后就真的从厨房里拿出一把菜刀，菜刀的长度足足有他半个手臂那么长。他拿的也很吃力，小小的脸上此刻全是狰狞和狠绝。我杀了你！刀子在我腹部留下一道很长的伤疤，虽然看起来十分瘆人，但只是皮外伤，并未伤及内脏。小姑子也因此被送进了少管所，成年之后才可以放出来。可是距离她成年还有7年之久。1周之后，我再次来到少管所，隔着玻璃，我挑衅地抄小姑子，挑挑眉：“你好好在里面改造，嫂子等你呀。”小姑子此时候却哭成了泪人，求我带她走。嫂子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他们都欺负我，还用木棍打我，抢我的饭，还逼我吃发霉的馒头。我在里面过得好惨呐，求求你了，嫂子，求求你了。我出去之后一定听话，好不好？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通话时间已到，小姑子死命扒着窗台不肯离开，她泪如雨下，隔着厚厚的玻璃，我都能隐约听见她的哭声。求你了，嫂子。最后她被2名警卫人员架走了。我出来的时候，嘱咐里头的工作人员，我小姑子她反社会倾向，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监督她改造。虽然这个孩子我也舍不得他，但是为了他的未来着想，请你们一定要用最严苛的要求来约束他。女警官拍拍我的肩膀，
这位家长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监督张暖暖改造的。婆婆那里，我自然也不会让她好过。不过我每天看着她实在倒胃口，就托人联系上了婆婆农村老家的亲戚。我开车带着婆婆回到老家，我1个月给你2000块，别让我婆婆死了就行。我一次性给了那家人2万块钱，他们一拿过钱，就迫不及待地当着我的面一张张数了起来，正好200张。那家女主人乐的嘴巴都咧到耳后根子去了。放心，放心，看到他们这副见钱眼开的嘴脸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我婆婆要有好日子过了。但我为了万无一失，临走之前还是特地嘱咐道：活着就行，不用过得太好，因为她好我心情就不好。你就放心吧，不信你出门打听打听。我陈燕南可不好惹，我满意的离开了。我辞去了当下的工作，又把房子变卖，拿着那笔钱，我搬去了云南丽江古镇，并且在当地开了一间民宿，生意很红火，甚至一度成为了网红打卡地。一睁眼就可以欣赏玉龙雪山美景的日子，太巴适了。我这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吧。孩子们，世界的美丽，妈妈会替你们好好看看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她趁我不在家，偷穿老公的睡衣发在微博。哥哥的睡衣穿起来真舒服，还对我各种挑衅，可我完全不怕，并且几个回合就把他逗得身败名裂。深夜我起来喝了口水，就开始失眠。老公睡得正香，我舍不得打扰他，于是打开微博打发时间，越刷越困，正准备继续睡觉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微博，让我立刻清醒了。图片里一个女孩穿着男士的黑色睡衣，半露着锁骨，眼神迷离，看起来很诱人。而那个女孩正是老公资助的贫困生。我虽然没来得及和她见面，但是老公给我看过她的视频，照片里的她脱离了一往土气的打扮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她照片的背景一看就是我家的卧室，而她身上的睡衣我更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因为那是我亲自给老公买的。再看她配的文字，哥哥的睡衣穿起来真舒服，我一阵恶寒。他微博下有几条评论，我点开发现里面的内容很有意思。有人评论：怎么，愿望达成了？他回复：还没有，不过应该快了。这段对话虽然没有点名，但我也看出来了，这个愿望就和我老公有关系。此刻我完全没了睡意，看着旁边熟睡的老公，用力拍了拍他的脸。他被我打醒了，睡眼惺忪地问我：怎么了，老婆？我把手机扔给到他的脸上，你自己看。老公揉了揉眼睛，看向手机，随后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。我去，这个宋雅是什么情况啊？怎么穿我的睡衣还拍这种照片呢？我双手抱在胸前，嫌弃地看着他。你问我怎么知道？他摸摸脑袋，仔细回想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老婆，你还记得上个月他说他没地方去，你不是好心让他借住在咱家了吗？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拍的。我一下子想起来了，那天我和老公一起出去玩，晚上没有回家，他打来电话说没地方落脚。我看他一个贫困生，孤苦无依，很可怜，好心让他在我家借住一晚，没想到竟然是引狼入室。一想到他穿着老公的睡衣还上了我们的床，我就一阵恶心。经过这么一出，老公对宋雅表示了极其强烈的厌恶。他拿出手机就把电话拨了过去。宋雅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我资助你上学是因为你爸当年帮过我，并不代表我对你有什么意思。别想不属于你的东西
如果你再这样做没有分寸的事情，那别怪我不顾旧情了。老公小时候被人贩子拐卖过，是宋雅的父亲救了他。这些年，他没少为宋雅一家提供帮助。电话开着免提，我听到了宋雅委屈的解释：“对不起，哥哥，是我不好，是不是你的女朋友看到了不开心了？”我马上就删掉，不给你添麻烦了。就这么几句话，我就得出结论：这个宋雅是个绿茶，还是有点道行的那种。老公不耐烦地回复他：“不是我女朋友，那是我老婆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你这种行为，不只是她不开心，我更不开心。她就是我的宝贝，我都舍不得让她生气。你凭什么惹她？限你1分钟内删除，否则后果自负。”她连忙道歉，1分钟内果然把照片删掉了。我看着老公的眼神充满了赞赏，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对这种事总是保持绝对的清醒。第二天，宋雅的父母打来电话赔礼道歉，并约我们一起去吃饭。我开始还觉得宋雅的父母还算明事理，可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。赴约前，我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穿了香奈儿套装，背着爱马仕，化了精致的妆容。老公见到我的样子，猛亲了好几口，然后被我一把推开了。我打扮成这样，是为了让那个宋雅看到后自惭形秽，主动退出的好吗？万一妆被亲花了，我不是白忙活了吗？老公开车带我到了酒店，宋雅一家已经到了。我们进去后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宋雅。平心而论，她长得不差，就是不会打扮，看起来有点土气。她见到我，第一反应就是对我各种打量，尤其是我手里的爱马仕和脖子上的4叶草，简直快被她盯化了。过了几秒，她移开视线，对我老公笑着说：“哥哥来了呀。”却完全没有和我打招呼的意思。我很难相信他不是故意落下我的，这么低劣的把戏，老公当然看出来了，直接将怀里的我介绍给他们。介绍一下，我老婆沈晨。她听到后愣了一下，随后笑着对我打招呼：“沈姐姐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老公不耐烦地纠正她：“她是我老婆，按理说你应该叫她嫂子。”她尴尬了一下，嘴角扯起僵硬的弧度。我这不是想着叫姐姐更亲一点吗？别叫姐姐，我老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不习惯别人这么叫她。气氛有些凝固，宋雅尬笑着不知道怎么回话。她的父母赶紧打圆场：“你这孩子叫嫂子不是更亲吗？别说这些有的没的。”他们招呼我和老公赶紧坐下。我和老公落座，她立刻起身凑到老公身边坐，还夹了一个虾仁递给老公：“哥哥，你尝尝这个菜，真的好好吃。你还记得当初你在我家的时候，我爸给你做的虾仁吗？那时候你可喜欢了，你那时候还和我说过，长大了还要娶我呢，你还记得吗？”他边说，还一边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。我知道他是故意想用小时候的那点破事刺激我，他当我是死人吗？我正要反击，老公开口了，他把面前的菜倒出来，淡淡的对着宋雅说：“如果我没记错，我是绝对没有说过这种话的。而且就算我真的说过，你在我老婆面前提这个，是有什么目的吗？瞧瞧，这个男人说的有多么的漂亮，根本就不给我反击的机会。”宋雅硬是咽下委屈，笑着解释：“哪有，和哥哥开个玩笑罢了。”然后她将目光扫向我。对了，我前2天遇见一个熟人，一聊天，我发现他竟然是嫂子的前男友。他说嫂子当初差点和他结婚了呢。哎，听得我真是觉得可惜呢。他得意地看着我，我却没空理他，只是注视着老公这个醋坛子，一直对我过去的恋情耿耿于怀，好不容易忘了，
却被宋雅这个不长眼的重新提起来。宋雅不知道要被他怎么对了。啪！老公用力地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一拍，黑着脸问他：所以呢？你觉得可惜，要不你去嫁给他好不好？自己弥补遗憾，你就不会觉得可惜了。我好整以暇地看着宋雅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宋雅有一瞬间的惊慌失措，脸色煞白，她娇滴滴地咬着嘴唇，眼中泪光闪烁，小心翼翼地解释：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老公不屑地冷笑：有拿别人前男友说事儿的吗？今天是我无条件相信我老婆，如果换做别人，不是被你挑拨后回家吵架了吗？你到底是安的什么心呢？还是说你喜欢那个程哲？宋雅拼命摇头：没有，我怎么会喜欢他？老公将他上下扫视一遍：那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，毕竟程哲见识过我老婆这样的，怎么可能会看上你？老公一副轻蔑的样子，宋雅被对得哑口无言。我实在想笑，可又觉得太不厚道了，只能忍着。但我丝毫不觉得他被对是无辜的，谁让他干什么不好，非要惹我，还提程哲，他完全是咎由自取的好吧？她的父母一直看着她被老公冷嘲热讽，面色有些不好看，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帮她解围。我看老公发泄的差不多了，轻轻拍了拍她的手，向她撒娇：好啦，老公，别生气了。老公抱歉地看着我：不好意思啊，我实在不知道他。你如果不舒服，那咱们就走吧，我带你去吃别。一听说老公要带我走，宋雅的父母立刻坐不住了。宋雅的爸爸起身走到宋雅面前，伸手就是对她扇了一巴掌：你什么东西，不会说话就别说，惹你哥和你嫂子生气，看我不打死你。说着又是2巴掌扇在了宋雅的脸上，她白皙的脸上瞬间被打红了。我被惊到了，老公把我搂在怀里，一脸平静地看着他们，好像在看一场戏一样，没有一点阻拦的意思。宋雅被打以后，捂着脸，眼泪一直掉，也不敢大哭。她爸爸一点没觉得自己下手太狠，丝毫不心疼，只顾着对老公讨好。小荣，你妹妹她不懂事，惹你生气，我也教训过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可是老公并没有卖她面子，只是轻轻夹了点菜放到我碗里，然后漫不经心地说：宋叔，您不必给我道歉，宋雅惹的并不是我，而是我老婆。还有，请您一家记住，我老婆是我的宝贝，谁惹她不开心，那就是在惹我。我老婆脾气好，不爱计较，但我不是。如果宋雅诚诚恳恳地给我老婆道个歉，并保证不再犯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就此打住，否则……老公浅笑了一下，笑容中却带着胁迫。宋雅一家被震慑到，连连点头。宋雅也在他的压迫下，可怜兮兮地和我道歉：对不起啊，嫂子，我年纪小不懂事，您别和我计较。我笑着说：没事，妹妹，就是你下次最好不要在我家穿我老公的衣服了，毕竟我老公他有洁癖，那件衣服还挺贵的呢。结果他当晚就直接烧了，还说脏透了，很恶心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宋雅听后面无血色地站在那里，晃了晃身子，好像要晕过去一样。老公看我满意了，接过话：行了，你嫂子大人有大量，懒得和你计较。宋雅止住抽泣，缓缓抬眸，眼眶湿漉漉的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好的，哥哥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老公的脸色这才好转，我们继续面和心不和的吃饭。宋雅一边吃一边控制不住地啜泣着，可老公连个眼神都不愿意给她。饭吃得差不多了，宋雅的爸爸看时候到了，开始试探着开口：小荣啊，
你看我和你宋姨来，这也挺长时间了，老是住酒店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是吧？要不在这买套房子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宋雅的妈妈紧跟着附和：“是啊，小荣，这酒店哪有家里方便？我还好奇他们买房和老公商量什么。”直到我看向老公，看到他轻蔑的表情，瞬间明白了，感情这是要老公买房啊！想到这，我也满心不悦。这些年，老公为了报他们家的救命之恩，已经给他们家花了不少的钱了。宋雅的学费就不提了，宋雅老家的房子就是我老公给买的，还有宋雅爸爸好赌，这些年没少输钱，每次都是老公帮他堵了窟窿。没想到他们的胃口居然越来越大，甚至想要老公帮他们在北京买房子。我以为老公会拒绝，可是我没想到老公居然轻笑一声，一口答应了。行啊，宋叔，我看看哪里的楼盘合适，给你们一家买一套。谢谢你了，小荣，你真是个好孩子啊！宋雅一家立刻感恩戴德。宋雅也偷偷地用挑衅的目光看向我，我不解地看向老公，难道他真的要给他们一家买房子吗？老公察觉到我的目光，给了我一个眼神，示意我放心。他眼神中还带着坏笑，这个笑容我太熟悉了，每当他要算计别人，就会这样笑，所以我立刻明白了，他大概是要算计宋家人了。我看了看一脸憧憬的宋家人，突然觉得他们被老公算计，有点可怜了。吃完饭，服务员送来账单，我看到宋雅的爸爸向服务员暗示来老公这边，我一阵无语。明明说是请我们吃饭，却连饭钱都不出。不过他们不知道，这是我爸开的。我朝着服务员使了个眼色，他心领神会，死死地站在宋雅爸爸面前不动。宋雅爸爸想开口向老公求助，我适时地开口打断他：“老公，我有点累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老公看着我，露出宠溺的笑容，刮了刮我的鼻子：“累了，小坏蛋，老公抱你回家。”我在众人的注视下被老公抱在怀里，转身那刻，我看到宋雅的脸上满是嫉妒和不甘心，好像我抢了本该属于她的东西一样。可这明明是我老公，他注定只能干瞪着眼睛，没有一点办法了。到了车里，我和老公说：“你没瞧见那个宋雅的表情吗？好像我抢了他几百亿一样，都快要用眼神把我吃了。”老公亲了我一口，揉揉我的头发，把我搂在怀里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先让他蹦跶些日子，我早晚一起和他们一家算账。我有些不解：“老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宋家父母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？你不是还要给他们买房吗？怎么又算账了？”老公温柔耐心地解释：“不瞒你说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怀疑宋喜、宋雅爸爸是拐卖我的从犯，不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把我救出来了。只是我没有证据，也怕我多心冤枉了救命恩人，就一直没有深究。可是昨天我又让助理去查，发现宋喜和人贩子有亲戚关系。我现在没有收集到证据，只能先承诺买房，拖着他们。”我恍然大悟，那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老公，我肯定配合你演戏。他妈撒着我的手掌：“不用你配合我做什么，你要是受了委屈，直接告诉我，我干脆弄死他们算了。”你是不知道，他今天提那个程哲的时候，我都想要把他嘴缝上。我赶紧和他表白：“你别打草惊蛇了，万一他们察觉到了就不好了。先和他们虚与委蛇，等到有证据了再翻脸。你不用在意程哲，我现在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”他听了很满足，我依偎在他的怀里，感觉到了满满的安全感。第二天我上班，听说公司里来新人了，同事说是经理的亲戚来我们部门实习，我满头问号。我爸
不是最讨厌关系户的吗？经理怎么可能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搞这些？是的，我在我爸的公司上班，为了以后能接手，我爸特意让我从底层做起，所以我的身份没人知道，这样同事们讨论什么也不会背着我。我思考着，新人就走过来了，我看过去，一阵惊讶，怎么是宋雅？她和经理有亲戚。宋雅面带得意地走过来，组长跟在她旁边，一副点头哈腰的奴才相。我旁边工位的同事在窃窃私语，我看不是什么经理的亲戚，恐怕是老板的女儿吧？你看组长巴结的样子，就是以后可别得罪这个宋雅。我听着对话，宋雅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，和我们打招呼：“大家好，我是宋雅。”以后就是大家的同事了，希望大家把我当成最普通的员工就好，请多多指教。看吧，他这话里话外的意思，不就证明了他不一般吗？是老板女儿错不了了。众人的议论，他显然也听到了。我看到眼眸中闪过一阵得意，他将众人扫视了一圈，然后将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。随后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，微信搜胡景浩800分号室，我笑着打招呼：“你好啊，宋雅。”宋雅磕磕绊绊地问我：“你怎么在这上班？”笑话，我自己家的公司，我当然在这上班了。我耸耸肩：“你就当我喜欢这家公司的氛围吧。”宋雅愣了愣，随后像是有了底气，笑着说：“这样，那好巧啊。”沈姐姐，老公不在我身边，他又开始叫我沈姐姐了。他说完还故意挑衅我：“这是在公司叫你沈姐姐，你不会生气吧？”我摇头：“怎么会呢？”组长看我和他很熟的样子，于是嘱咐我亲自带他。小沈啊，以后宋雅就由你来带了，给我上点心。如果出什么纰漏，我和你没完。我只觉得很好笑，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在我的公司上班，还和我没完的。我把宋雅带到他的工位，开始交代他的工作内容。我讲得认真，却发现他一直没有回应。抬头去看他，就见他一脸悲悯地看着我：“沈姐姐，你也挺不容易的，哥哥是不是不太舍得给你零花钱啊？要不他这么有钱，怎么你还要辛辛苦苦的打工赚钱呢？”我压下愤怒：“我就是比较喜欢上班而已。”他显然不信：“姐姐你不要好强了，我知道你也有难言之隐。说起来也是，哥哥供我上学，给我家里买房，都花了不少钱，怎么会舍不得给你花钱呢？这是不是说明哥哥没有拿你当自己人啊？姐姐，我觉得你这样有点可怜。”他的眼睛看起来湿漉漉的，好像真的在怜悯我。他这么善良的样子，我觉得庙里的菩萨都要给他让位。我不耐烦地回答他：“我和我老公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你刚上班，还是先熟悉好本职工作比较好，免得到时候被开除了，不知道去哪里哭。好吧，我就不戳你的痛处了。不过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吧？告诉你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过渡一下，以后我可是要当你们领导的。”他满脸的得意，用不屑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。笑死，他不是实习生还能是什么？骗骗别人也就算了，还骗到我这个正主头上了，也是可笑。我一阵膈应，但想想老公的计划，压下怒火：“是吗？那祝你早日梦想成真。”下了班，老公开着保时捷来接我，我一上车，老公就凑过来：“我的宝贝辛苦了，累不累？要不要我给你揉揉腿？”我把腿搭在他的腿上，命令他：“必须的，累死我了，你不能停，要揉到我满意。”老公给我揉了一会，我觉得疲劳得到了缓解，刚重新坐好，就看到宋雅站在车前，还红着眼睛，
不知道的恐怕以为我是第三者，而他是原配。我有点崩溃，他是这什么时候站在这里的？难道我刚刚和老公亲热，他都看到了？想到可能被他偷窥，我一阵恶寒。他是有什么毛病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我老公就按了几下喇叭，降下车窗。你在别人车前站着，是想碰瓷还是想找死呢？你是有病吗？他可怜巴巴的。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，路过不赶紧走，还在一直站在这里。难道你是想偷窥我们夫妻亲热吗？你是偷窥狂吗？我煽风点火，老公，好尴尬呀，罚你以后不准在外面亲我了。老公看他的面色更黑了，赶紧给我滚，别让我看到你。他瞪了我一眼，又眼角带泪的跑了。也不知道他怎么每天那么多眼泪，可能是绿茶的自我修养看多了吧。我很服气，我问老公，他哭成这样，你不觉得很可怜吗？老公理所当然的回答，可怜什么？别以为男的就蠢，看不出来什么叫绿茶。他那样不就是为了让我同情他，然后达到他的目的吗？可我偏偏就刺激他，不让他如愿。我笑死了，没想到我老公还是个鉴察达人来着。我没有把这段插曲放在心里，却没想到第二天上班，居然发现我的谣言在满天飞。我刚上班就看到同事在背着我窃窃私语，就是他昨天上了豪车，真看不出来他是这种人，真不要脸。我莫名其妙，就算看到我上了我老公的车，也不至于说我不要脸吧？我和老公可是合法的关系。我找到了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小南，问他事情的经过，他悄悄告诉我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都在传你抢了宋雅的男朋友，还被他抓了个现行。他站在车前哭呢，我简直哭笑不得。宋雅颠倒黑白的本领可以呀，什么时候合法夫妻成了第三者插足了？他才是第三者好吗？不过可惜他一直想插足，但我老公连个眼神都不屑于给他。我懒得理会这种低级的谣言，毕竟我并不是一直在这里做个小职员的。等哪天我接了我爸的位置，谣言不攻自破，何必浪费时间解释这些呢？我拿起杯子去茶水间接水，刚走到门口，却听到宋雅委屈的声音传来。我也不知道沈晨为什么这么坏，非要抢我的男朋友。有人顺着他的疑问接下去，还能为什么？为了你男朋友的前辈，平日里还爱装白富美，没想到是这么个货色。不过我直到看到你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真正的白富美都这么低调。这个声音我很熟悉，是李颖。平日里他就爱和我攀比，我穿香奈，他也穿同款；我背爱马仕，他没几天就找来和我一样的。明明他的都是假货，却还觉得我的也是假的，所以他会说我的坏话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我听到这里，昂起头走了进去。宋雅看到我进来，立刻闭口不言，面色苍白。可是另一个说我坏话的李颖却一脸厌恶地看着我，指桑骂槐。哎呦，你说破坏别人感情的人是不是太不要脸了？跟这种人待在一个公司，我觉得我要恶心死了。宋雅一直戳他，示意他别说了。李颖还在喋喋不休地嘲讽我，怎么不说话呢？心虚了。我停下接水的动作，反问他，我为什么要心虚呀？你抢别人男朋友，还好意思问为什么心虚？我直接越过他去问宋雅，宋雅，你自己说，我到底有没有抢你的男朋友？宋雅支支吾吾，就是不敢说出口。李颖不服气，非要逼迫他说出来打我的脸。雅雅，你别不好意思说，抢别人男朋友，该丢脸的是他。宋雅推开他，你别说了行吗？我的事儿和你有关系吗？他白了我一眼，气冲冲地跑了出去。李颖一脸不解，
故意撞了我一下，也走了出去，挺好的。秋后算账的时候，就先拿李颖开刀吧。晚饭时，我和老公在餐桌前吃饭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我扫了一眼屏幕，是宋雅发来的微信。老公打开，是一张图片，图片上我和男同事在聊天，因为拍摄的角度问题，看起来好像很亲密的样子。其实我们是在讨论工作，没想到被宋雅偷拍了。我怕老公这个醋坛子误会，赶紧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我和他就是在讨论工作。老公打断我，好啦，老婆，这种低级的手段，我怎么可能会相信呢？再说，你老公这么优秀，你怎么可能看上别人？我无条件信任我老婆的。我心里划过一阵暖流，抱着他的脖子，老公你太可爱了，我爱你。然后我看着老公回复他，所以呢，你是觉得这个男的比我优秀，还是我老婆眼瞎吗？你是有什么大病呢？宋雅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哥哥，我就是看到他们这么亲密，觉得不太对劲，想提醒你一下。老公回，是吗？那我要不要给你送个锦旗感谢你啊？你这样挑拨离间真的很明显，你还以为你段位很高吗？宋雅，哥哥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只是希望你幸福，可是我怕他不知道珍惜。老公，他知不知道珍惜都和你没关系，而且我就喜欢无条件对我老婆好，我就算做他的舔狗也心甘情愿，你懂吗？他不再回复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被老公的话伤到了，只是我没想到第二天到了公司，他居然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丝毫没觉得哪里尴尬。只是他的小跟班李颖见到我冷嘲热讽，这年头抢别人男朋友还好意思出门。宋雅还假模假样地拉住他，我觉得很烦，就想堵住他的嘴，于是直接拿出包里的结婚证甩到他的脸上，看看，那不是什么宋雅的男朋友，是我老公，谁想当小三还不一定呢，劝你赶紧把嘴闭上。他看了一眼结婚证，愣住了，他看向宋雅，你不是说你荣氏集团的总裁是你男朋友吗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宋雅矢口否认，我没说过这话，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的。李颖本来还想和他争辩，但可能碍于宋雅老板女儿的身份，生生忍了下来。这时候，我们的争执引来很多同事看热闹，宋雅面上挂不住，又无可辩解，只是一直哭，哭到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。可是只有我没错过他眼神里那一跃而过的快意和恶毒。沈晨，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欺负同事啊？组长走过来，问也不问，直接定了我的罪。我不得不好奇，我爸公司都招了什么妖魔鬼怪？我问他，你怎么不问问宋雅和李颖做了什么？他理也不理，直接告诉我，沈晨，昨天我已经和咱们经理商量过了，公司由于你个人作风有问题，决定开除你，开除我。我简直难以置信，我爸辛苦打拼来的公司，就这样被他们糟蹋吗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无缘开除一个员工，简直太过分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坐下看着他，既然开除我，那就把经理找来。我亲自和他说，不用找经理，原因很简单，我们公司不需要一个道德底线薄弱的员工。我说把他找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组长、李颖还有宋雅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着我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你以为部门经理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赶紧收拾好自己的工位上的那些高仿假货走，别逼我叫保安。宋雅装作好心劝我，沈姐姐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走吧，这里毕竟不是荣氏集团，闹出了事，哥哥也帮不了你，是吗？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
那我要看看这个公司究竟谁说了算。我拿出手机打给我爸，你女儿被人欺负了，你赶紧过来吧。李颖不屑道，你以为你爸是谁呀？他来能干嘛？笑死人了。这样啊，那你待会别被吓到哦。我的组长，我等待我爸来的过程。宋雅一直在旁边劝我，你不会又要哥哥来帮你吧？我觉得婚姻如果两个人的地位不对等，那也维持不长久。你说是吧？我反问他，那是我老公，我怎么用他是我的事，和你有关系吗？他早晚会甩了你的，别着急。宋雅被我对得终于不装了，面目开始狰狞。难道你觉得他就算甩了我，就会娶你吗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配吗？我轻蔑地问。那你就配了，你不过是脸长得好看点，除此之外，你还有别的优点吗？可是你好像连脸这个优势都没有吧？一提到长相，宋雅急了，伸出手就要扇我巴掌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我赶紧往后躲，却有些来不及。巴掌即将落到我的脸上时，此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给我住手！我看你敢打我老婆，我弄死你！是我老公荣宇的声音。宋雅被震慑住了，停了下来。老公怒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，在我的脸上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发现没有受伤，才松了一口气。他问我有没有被吓到，我摇头。然后他把我推到宋雅面前，他欺负你，按理说我应该帮你打回去，可是我向来不打女人，所以你自己加倍打回去，不要怕手疼，我给你准备了冰块，打完敷一下，问题不大。我小声问他，他们拐卖人口的证据都收集好了吗？放心，他们都已经被警察带走了，马上就来抓宋雅，放心打吧。这些天，他一直用房子套路着宋雅的父母，在拖延时间搜集他们拐卖儿童的证据。终于快到接我回了，我看着宋雅毫无血色的脸，她咬着唇，眸中泪光点点，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哥哥，你真的这样狠心吗？我老公丝毫没有动摇，甚至很不耐烦地说，谁让你欺负我老婆？还有别老叫我哥哥。我听了恶心，他仍然不死心，继续垂死挣扎。哥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？都是这个女人挑拨你的，对不对？我老婆挑拨你和我的关系，你也配？你连她一根头发都比不上，你看看你自己做的这些破事。当初你说你没地方去，我老婆好心收留你，你却偷偷穿着我的睡衣拍照片发微博，这还不算，你处处找我老婆的事儿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他说完又对我说，别心软，给我打。我当然不会心软。老公说完，我上去就甩了几巴掌，直接给他脸都打肿了。他刚刚都想打我了，我再下不去手，那也太蠢了。他捂着脸看向老公，也忘记装了，直接恼羞成怒，发了疯一般的质问，你竟然真的让他打我？你忘了你当初被拐卖，差点被人贩子害死了吗？要不是我父母救了你，恐怕你早不知道死在哪了。现在你居然恩将仇报，你会遭报应的，是不是救命恩人？恐怕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吧。老公的质问让他吓得连连后退，赶紧否认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老公冷哼，别急着否认，有你认罪的时候。他又开始他的哭，真的没完了。组长碍于老公的气场，想帮他却又不敢，只能威胁我，沈晨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报警，把你抓起来。我看是谁要抓我的宝贝女儿啊？我惊喜地看过去，是我爸来了。组长也看到了，先我一步跑过去献殷勤，沈总，您来了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欺负您的千金，我这就报警，把她抓起来。他指着我，愤怒地说着，
而我注意到宋雅脸色很难看，毕竟马上就要被戳穿她在装老板女儿了，怎么可能不害怕呢？我爸漫不经心地问组长：“就你说要把我的女儿抓起来吗？”组长张开嘴，刚想解释，却仿佛意识到什么，看着我，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才是！”我问他：“你猜我为什么姓沈？”他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，随后疯狂向我解释：“对不起，沈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您才是真千金，是这个假货故意误导我的。”我没有理会他跳梁小丑一般的蹦跶，这种人不值得我费心。我看向宋雅，冒充老板女儿得到的奉承开心吗？宋雅好像疯癫了一般指责我：“你这样看着我像小丑一样，是不是觉得很开心？”老公怕她突然发疯伤害我，把我搂在怀里护着：“你自己心术不正，怪得了谁？还有，我们没觉得开心，只觉得你像癞蛤蟆一样恶心。你整天阴魂不散地缠着我，真的很烦。我这么爱你，你却这么狠心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”老公好笑地说：“你是爱我还是爱我的钱呢？还有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报应，但是你的报应已经来了。”他看向门口，几个警察走了进来。宋雅像看到了救星一样，激动地指着我和警察说：“警察同志，就是他打人，你们赶快把他抓起来。”警察理也不理，直接问他：“你是叫宋雅吗？”“是。”“你涉嫌拐卖幼童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他失去了理智，推开警察：“你们搞错了，我根本没有拐卖幼童，和我没关系。”警察说：“是吗？可是你的父母刚刚已经招供了，他们说近2年拐卖的幼童也有你的参与。”“没有，他们胡说的，别相信他们。”宋雅极力挣扎，却敌不过警察的力气。被警察带走前，他还一脸怨毒地辱骂我：“沈晨，你这个贱人，肯定都是你，你害了我，你不得好死！”老公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保护着我，还对着程雅说：“是你们一家自己心术不正，你们拐卖了那么多妇女儿童，现在被抓是报应，你还要把这一切怪在我老婆的身上，你真恶心。”她看着老公如此维护我，面容更加扭曲了，但是她还是心存侥幸地问他：“那这些年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是人贩子的女儿，才不喜欢我的？”老公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就算不是人贩子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我的心里只有我老婆，不要再犯蠢了。你和你的父母灵魂都是肮脏的，你就好好在里面吃牢饭吧。原来你一直在演戏，什么报恩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杀了你，你毁了我。”她被老公的话刺激到了，癫狂了一般挣扎，力气极大，差点被他挣脱了束缚，可最后还是敌不过警察的力气，她被戴上手铐押走了。我爸看着这场闹剧结束了，直接在所有员工面前介绍我：“这是我唯一的女儿，也是沈氏的接班人，以后公司里听她的领导。”周围顿时响起了欢迎我任职的掌声。我环顾四周，看到了瑟瑟发抖的李颖和组长。想当初，我还生气我爸让我在基层工作，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人的拜高踩低，才终于体会了他的良苦用心。大家说完客套话，我爸就去忙了，老公也被叫到警局配合调查当年的拐卖案。本来事情是没有那么顺利的，可是宋雅的爸爸最近因为缺钱，又铤而走险拐了几个孩子，正好被老公派去的人抓到，这下正好人赃并获。不过我意外的是，宋雅居然我参与其中了。料理完一切，我把目光放在李颖和组长张申这边，他们2个顿时讨好地看着我，和我解释：“对不起，沈总，是那个宋雅故意误导我们，
我们这才上了当。李颖也支支吾吾的：“对不起，我就是被他骗了，我以为她才是大老板的女儿。如果今天我不是我爸的女儿，你们还会这样和我道歉吗？”他们两个支支吾吾的，答案显而易见，这就是两个彻头彻尾的小人。我理都没理，直接开除他们。这种拜高踩低的人，留在公司里只会是祸害。我接手的公司里容不得这样的小人。还有让宋雅进公司的那个部门经理，我也直接开除处理。而被我们沈氏集团开除并加入黑名单的人，基本上很难继续在当地混下去了，也算是他们作恶的报应吧。几个月后，老公告诉我，宋家一家被判了刑。原来当年真的是他们团伙拐卖了我老公，只是后来他们看到老公小年纪就气度不凡，就想赚笔更大的，于是就由宋雅的爸爸出面装好人，救了老公，还对他好吃好喝。实际上他们满心都是恶毒的算计，只为了放长线钓大鱼，是真正的贪心不足。幸亏老公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理智，并没有完全信任他们，给他们的钱大部分也都要了回来。而更开心的是，老公因为此时解救了好多被拐卖的妇女儿童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我想到那些被虐待的妇女和孩子，一阵心痛。人贩子不得好死，就该千刀万剐。后来监狱联系上了我，他们说宋雅想要见我，我直接拒绝了。我和她根本就没有见面的必要，她参与了那么多拐卖儿童案，这辈子就应该好好的在监狱里煎熬。我只希望她一辈子面对铁窗忏悔。挂掉电话，我问老公，为什么他能识破宋雅的绿茶手段？老公说，你要知道，没有高段位的绿茶，也没有真的钢铁直男，每一个男人都看得出来绿茶的心思，只不过有的人装不知道罢了。我亲了他一口，老公你真棒。我依偎在老公的怀里，他揉揉我的肚子，问我是不是应该要个宝宝了。我点点头，看向他，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，他鼻尖一点金光，唇边一点金光，蝉在窗外梧桐树上叫了起来，这是好时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